晚7点，营地外升起火堆，我将洛阳铲的铲头卸下来，直接丢进火堆里烧。峰哥，你烧那东西干嘛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得烧红烧透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小米，得把洛阳铲做成平头铲才能用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貌似对我的计划没什么兴趣。豆芽仔抱着一块石，气喘吁吁的走过来问：“好了没？”应该差不多了。一连经过了数次退火烧红，洛阳铲终于由圆筒形变成了扁平形。等搞完这些已经是深夜，我打了个哈欠，心里想着明天安上把就能挖到洞了，应该是1点还是2点。突然间一声惨叫传来，声音尖锐跟女人一样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你被子呢？小米表情都快哭了，他又惊又怕，颤抖着手指着西北方向，手电打过去，一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，他怀里紧紧抱着那床印着银川3中字样的被子，跑得飞快，可能感觉到了手电光，这人抱着被子飞快跑着，还回头看了我们这里一眼，是红眼睛。小米，你说说刚才具体怎么回事？太吓人了！我刚睡着不久，突然从帐篷外伸进来一只手，二话没说就抢被子，我没松手，结果也被拖出来了。还有，他还抢走了我的手机。手机在这里就是砖头，我的还塞包里呢，没了就没了。我有个猜测，你们说这红眼镜是不是类似粟特人或者克雅人那样的土著？他除了抢床被子也没干别的什么吧？要我说啊，这事儿疯子你也有责任，让你守夜你怎么打瞌睡了？别提那些，眼下除了防备这个红眼睛偷袭，还要尽快挖通那个墓，然后节省时间去找把头。就这样干坐了1个小时，气氛有些沉闷，所有人没说话，算默认了。那这样，宇哥你守着我放心，牙仔拿上铲子和我去赶工。那行，你们注意安全，我看着大火。天色黑暗，2个黑影带着头灯轮流下铲挖，从后半夜一直挖到天亮，在地上挖出了个接近2米深的道。疯子怎么样？我看好像有情况。好像是挖到了什么东西。卧槽，快挖快挖！挖个锤子挖，这是铁卷顶，没法挖了。我手抖的差点没拿住铲。铁卷顶，明代竟然有人用这种东西，碰上大麻烦了。上去后我直接扔了铲。豆芽再见我脸色难看，一脸着急的问：“现在怎么办？疯子，急死我了，快！”我脸色发白，茫然的坐在地上，良久后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坑怕是9成搞不下了。”你说9成，那不还有1成机会？还有1成机会是挖横井，就凭我现在的本事方位感，8成会挖偏。还有拿什么挖？就靠这。回去后我把遇到的困境告诉了廖伯，想听听他怎么说。如果从地面打不下去，那确实无能为力。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那墓下葬时就没东西。对啊，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忽略了？一想到这种可能，我左眼皮不停地跳。带着豆芽仔下到砖室墓中，右手摸着石棺之后的砖墙，我开始一步步往前走。果然有些门道。我顺着小口继续，伴随着大量灰尘落下，小口不断扩大，最后在我眼前出现一道1米多高的小木门，而且在门楣上歪七八扭，用红朱砂笔描刻了4个大字：死者门禁，进门者死，搞得怪瘆人。这墙后头藏个小门，干啥的？不干嘛，吓唬人的。推开几百年前的一道木门，随后露出了一节长长的甬道。我用手电照了照，看不清甬道里的情况，有的只是一片黑暗，甬道尽头的黑暗。进不进疯子？这黑的真有点吓人。钻进去看看。卧槽，怎么我先钻？你先钻，我给你垫后。少废话，把头让你听我的话，你听不听啊？让你钻就钻，胆子这么小，怎么干盗墓？这扇黑漆小门才1米的高度，人钻进去后只能用胳膊撑着，靠双腿膝盖跪着往前爬。豆芽仔在我面前撅着屁股一动不动。突然间，我瞬间闻到一股臭鸡蛋味儿。对不起，我没忍住。滚犊子，快走，再放我找东西给你堵上。随着不断向前爬，这条甬道渐渐有了坡度。这条甬道走到尽头挡着一块破麻布，跟个不门帘似的撩开白布钻出甬道。眼前出现的一幕吓坏了我和豆芽仔，是一处开阔的地下空间，不大也不小。我们钻出来的甬道位置就在这里的西南角，上头是4层青砖卷顶，离地高度10几米，有数量不少的木柱子顶着青砖顶。我正想着事儿，忽然背后有只手轻轻拍了我一下。吓死我了！干啥？你没看到那里有东西啊？好像是张桌子，好像是一张供桌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哇，这青花瓷好啊，能卖不少钱吧？你看这青花儿，这画的小人多好，一个能卖10万不能？哼，赶快放下。虽说是明代的，但这盘子不值钱，最多卖个100把块钱而已。才几百块钱，那还玩个球？豆芽仔随手一扔，青花盘掉地下没摔碎，反而是滴溜溜向前方滚去。豆芽仔迈开步子去追盘子，我跟在他身后，
青花盘子最终停了下来。豆芽仔反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不知道他撞到了什么东西。我一把豆芽仔拉了回来，我慢慢抬起手电，向上看去，是3具风干了的破烂尸体。3具尸体在木顶上吊着，脖子上挂着铁锁链，每具干尸的肚子上抱着一只猴子，尸体背后背着一块薄石板。石板之所以没掉下来，因为被尸体正面的猴子抱住了。薄石板上刻着一幅复杂的场景图，3个拳头大小的暗红色大字，像血一样刻在场景图之上。婆婆科，什么鬼东西这是？疯子，疯子，你别吓我，说话。豆芽仔双手颤抖，不停拍我脸，想把我叫醒。我眼中布满血丝，在我眼中产生了错觉。我看到尸体肚子上抱着的猴子，突然一点点转过头，睁开了眼。你刚才怎么了？刚才眼睛都快瞪出来了，你不知道刚才有多吓人。我不停大喘气，后背湿透了，指着尸体背后的石板说：“那东西有问题。什么玩意？敢吓我兄弟！好家伙，这什么东西，竟然还画有人！不管是谁做的，我隐约觉得有人想告诉我什么事。石板先留在了原处，咱俩继续向前走。”很快我就找到了主墓室。明代的主墓室除了皇室，当进到主墓室那一刻，差点闪瞎我眼。陪葬品，琳琅满目地陪葬品，横七竖八散落在主墓室各个角落，很多陪葬品叠在一起，几乎没下脚的地方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疯子，我们要发财了！袋子，快找麻袋！我们来得及，没麻袋。等着，我这就回去拿麻袋喊人。先等等，东西都在这里，又跑不了，迟早都是我们的，你慌什么？先看看棺材，别忘了，好东西都藏在棺材里。对，好东西都在棺材里，快开棺！我们的平头铲呢？铲子落涌到外头了吧？没铲子怎么撬棺材？赶紧去拿！等着，我这就拿铲子。我随手捡起一块玉带板看了看，又捡了个小金瓶看了看，心里暗自窃喜。我随手放下小金瓶，迈步走到朱漆彩棺前。谢谢东家给口饭吃，谢谢金柚子女士，等下开棺我会注意，只许金银不碰尸骨，向云峰拜会了。而就在这时，突然不知道从哪传来一声女人的笑声，声音尖锐，好像是从彩棺里传来的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我回来了。牙仔，你有没有听到笑声？牙仔，铲子呢？丢了。你拿那个干什么？豆芽仔手里没拿平头铲，他整张脸脸色发青，怀里像抱着东西一样，紧紧抱着一具死你这是干什么猴子尸体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让你拿铲子吗？你捡这玩意干啥？快丢了！我吓得一步步后退，很快靠在了墙上。豆芽仔双眼无神，他慢慢举起怀中的猴子尸体，用自己额头和猴子脑袋碰了碰。豆芽仔像是着了魔怔，他双眼充血，逐字逐句开口对我说：“婆婆科，婆婆科。”牙仔，你别吓唬人，别开玩笑。云峰，怎么认得我了？刚才有感觉没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不？豆芽仔手上传来的力气越来越大，离了距离近，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眼底，血丝像一条条蜘蛛网蔓延开来。我抓着他的手想要移开，双腿拼命地乱蹬，挣扎幅度越来越小。有一瞬间，窒息而死是什么感觉？我体会到了。没想到害我的人是我的手足兄弟。在墓里失去知觉。当我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帐篷里，身上盖了好几件衣服用来保暖。小轩头朝下躺在地上睡着了。你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！你知道吗？有一小会儿你眼都不闭了。于哥说，在晚上10几秒你就被掐死了。你要死了，我一个人去哪啊？没事，这不是又活了吗？我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豆芽子呢？怎么样了他？别提他了，不管因为什么，他都差点掐死你。豆芽仔怎么变这么坏？别这么说，事情肯定有原因。现在不应该说这些，而是要找出原因。现在是晚上，豆芽仔双手被绑着，正瘫坐在火堆旁发呆。谁把你捆上了？疯子，你醒了，你快给我解开！于哥说我差一点掐死你，我不信，他就是在胡说。
我就是掐死自己也不可能掐死你啊！好兄弟，快给我解开，别绑我了。真不记得了，你对之前的事一点印象都没？印象个屁啊，啥都记不起来，快点吧，手都麻了。你先别动啊，我扒开你眼皮看。豆芽仔配合的没动，我撑着他眼皮仔细看了看，之前眼底吓人的红血丝已经没了，现在就是正常人的眼睛瞳孔。我帮他解开，丢到一边。就这时于哥过来了，见我给豆芽仔解布条，于哥没说什么，而是告诉了我当时的情况。当时你和豆芽仔离开的时间久了，没消息传来，怕你们出事，剩下的几个人一商量就来找你们了。当时我们看到那一幕，吓着了。豆芽仔手上力气很大，他们2、3人又拉又扯才拽开。那个坟不对劲，绝对有古怪。死人倒没什么，就是死猴子看着邪门。对，就那玩意，我也觉得有点儿太邪门了。我们现在就应该多拿点麻袋，回去把陪葬品金子都装上，然后赶快离开这里。陪葬品金子哪有什么金子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怎么没有？地上满地都是金盘子、金碗，还有玉佩，我看到了，堆得满满的，都没地方下脚。棺材还没开呢。当时我们找到你俩，除了那猴子和死人，余下只有一地烂木头，哪里有什么金子和棺材？是真的，云峰，不信你问廖伯，他捡上来一只死猴子，正在研究。这不能吧？我两眼花了，还是他们看错了？怀着满心疑惑，我去找了廖伯。廖伯的帐篷里，地上撑着布，死猴子尸体躺在布上，廖伯正专心致志的研究。你醒了，这东西确实有点古怪，说说你们下去后的遭遇，尽量一处细节都不要放过，仔细回忆。于是我便从发现甬道开始，一直到看到采棺，将其中过程一五一十告诉了廖伯。廖伯听后和于哥反应一样，也说没看到金子，也没看到墓室里有采棺。我和廖伯聊了一夜，互相交流了大量信息。当天，我和于哥他们一商量，决定在下一次铁卷顶墓。结果一看，确实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满地的金子，也没有朱漆采棺，是一场欢喜一场空。就算金子是假的，可这墓是真的，总要有棺材吧？棺材去哪了？我也觉得，只要是个墓，总得有棺吧？毕竟金阿龙那么疼金有资。小米，你很冷。没什么，可能这2天感冒了，我不碍事的。让你留下休息，你不听，非得跟过来。我没在意这种小插曲，当下收回目光，心里琢磨，在主墓室东边的一个角落，土层厚了点，形成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小窿隙。我用平头铲从这里往下挖了2下，感觉铲子头碰到了东西，扩大面积扒拉开土，仔细一看，是棺材吧，而且是一具很小的棺材。这么小的棺材，这啥情况？是有点奇怪，金幼姿不是成年女子吗？躺不进去吧？难道是火化了，埋的骨灰？我用铲子当斧子，使劲砸小棺材中间，砸着，突然间，棺材盖上开始咕嘟咕嘟往外冒水，是很浑浊发黑的水。等了几分钟，从小棺材里往外流的水越来越小。我大着胆子挑开棺材盖，发现棺材里还有半棺水，水质浑浊，能看到不少泥沙一样的漂浮。看不清啊，陪葬品是不是在水里泡着？这啥？豆芽仔一连从水里捞出了10几枚红五通宝，有大的有小的。他当下喊道：“快来帮忙，肯定还有东西。”随后我们好几个人围着棺材，伸手在棺材底部乱掏。这谁的手？你拽我手干啥？除了铜钱，陆陆续续开始有被我们捞上来。小轩捞上来一个圆形的铁质粉盒，于哥捞上来好几件玉器，我也有收获。我摸出来一块手机大小的白板子，只有廖小米2手空空，没找到东西。干啥呢？你在那儿洗手啊？真是废物！哇，你这是什么啊？怎么这么大？我也不知道，快看看，快看看，这盒子是不是铅倍玻璃做的？铅倍玻璃？廖伯，你说琉璃？是的，汉帝曾经赏赐给霍光一件高等级陪棺葬具，这种特殊的葬具就叫温明，是专门用来放死人头颅的。这种葬具，国博好像有一个，陕博好像也有一个，是一种在汉代时期发明的葬具。这东西非常少，应该很值钱，具体能卖多少，我心里也没谱。豆芽仔笑呵呵地把盒子拿过来，开始夸奖小米运气好，出了件大货。众人心情好了不少，准备带着东西离开。而就在这时，谁？你们听到没？这都被你听到了？我刚才偷偷放了个无声屁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是有动静。摸着墙出了主墓室，没看到有人影，但是我当时就闻到了一股烟熏味。于哥啪地打开手电，往前一照，只见砖墙西南角的甬道中正不断冒出浓烟，烟雾越来越大，已经开始呛死。什么情况？哪来的烟？烟阵阵，我们用衣服捂着嘴，挨个钻进甬道里，着急地往外爬。众人不断咳嗽，小轩跟在我身后，呛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。越靠近出口烟越大，我往洞口看了看，看到甬道入口处亮着火光，
有个人影蹲在一旁捂着鼻子，正用木棍捅着火堆的时候，这人发现我多出来，当即拿一根长棍往一棍子一头削得尖尖。妈的，有人想用烟把我们堵在洞里。这人是谁呀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先不管这么多了，再出不去，咱们一伙人都要全军覆没。云峰，你试试看能不能抓住他的木棍。对方见我抓住棍子，可能慌了神，更加拼命。突然，甬道外头有狗叫声传来，对着我们疯狂的大叫。有狗，是那个比，是差点捅死小轩的那个比。退后，退后！在如此狭窄的甬道里，人动作再快也没有狗快。大狗冲进来，那一瞬间，我和大狗缠斗了起来。于哥大声呼喊想过来帮忙，但甬道太窄，他走在最后面，中间隔着小轩、小米好几个人，根本过不来。我红着眼睛，右手勒住狗脖子，想把这畜生勒死。看到自己的狗快不行了，甬道外那人突然爬进来，着急的继续用棍子往我身上捅。突然间，这人拿着棍子脚下一滑，像是身后被什么东西抓住了双脚，直接被拖了出去。怎样，没受伤吧？刚刚外面那个人是谁？好像被人给拽出去了。是那个住使馆里的红眼睛。红眼睛探镜头来看了看，好像对我不感兴趣，转瞬便消失在了甬道口。走了。别管走不走，都得出去，还冒烟呢，快走！我将死狗尸体往边一推，带头慢慢爬出了甬道。红眼睛不见了，那个放狗咬伤我的人也不见了。这趟经历了危险，但也算有所收获。豆芽仔背包里的东西只要带出去就能变成钱。你们都去休息，晚上我看着。你守夜行吗？要不我看着，别我们还没睡你就先睡着了。我说不睡就不睡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大男的怎么也比你一个娘们强啊！让你去睡你就去，磨磨唧唧的。哎呀，你才是娘们，你妈也是娘们。豆芽仔又被骂，他呵呵一笑也不生气，仿佛早就习以为常。晚上我确实很累很疲倦，借着这股暖意我慢慢睡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峰哥，你睡着了吗？是我是小米。小米，你不睡觉干什么？我能进去吗，峰哥？我不敢一个人睡啊，峰哥。就刚才有人用石头子丢我帐篷，丢了好几次。起初我以为是风吹的，我不敢睡了，才过来找你。你确定？确定是真的。小米住的地方离我这里有10多米远，走过去要路过营地中间的火堆。我一看，豆芽仔正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低着头一动不动。我走过来，他都没。谁？有情况？谁？谁？有情况？谁？你刚才在干什么？你不说保证不睡？我哪睡了？我眼睛都没合，一直盯着。哼，我懒得和你扯，可能有情况，和我一块去看看。我们巡逻到营地西边，就发现了那个头发乱得跟鸡窝一样的红眼睛，正蹲在地上，冻得瑟瑟发抖。先别动，这个红眼睛自打在盐湖出现后，除了行为怪异以外，没怎么主动伤过我们，甚至他还拖走了放狗的，主动救了我一命。我想试着和他交谈，看看此人到底是何来头。你叫什么名儿？是从哪来的？一直住在沙漠里？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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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讲的什么？听不懂。你是国内人？红眼睛急了，随后他掏出来一部白色手机，这手机我知道，是他那天晚上从小米手里抢走的。峰哥，我能听懂他说话。他说他救了你，想从咱们这要2块糖，还要一双厚袜子。听小米说完，我注意到红眼睛脚下只穿着一双布鞋，他光着脚没袜子，布鞋破了，脚拇指露在外面。他手里拿的不是你的手机吗？那张照片怎么回事？还有，他说的哪里话？为什么你能听懂？听我这么问，小米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慌乱。他虽然想掩饰，但还是被我看出来了。你不会是特务吧？长春会的特务？要不你就是回关那些人的奸细？你潜伏在我们身边，想要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不是特务，我也不是奸细。照片的事我不知道。别吵，小米，你跟我过来。看小米要跟我走，红眼睛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他突然起身，一把从身后拽住了小米，不让他走。你干什么？放开！东西我拿给你。我看傻了眼，豆芽仔也看到了，他惊得合不上嘴，一口一个卧槽，指着小米大声说：“你是女的？”臭不要脸！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
其实也没什么，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我和豆芽仔一定会替你保密的。就在营地外头，小米像个可怜的小孩，抹着眼泪，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他的身世。我听他讲了1个多小时，当下只能感叹。至于小米的身世，这里就不多说，你们自己去看吧。那红眼睛一直说欧巴欧巴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欧巴欧巴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方言，大概就是冷啊冷啊的意思。他低着头用很小的声音说话，像是怕被人听到。峰哥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，觉得我不正常？绝对没有，不管你是男是女还是假小子，都是我朋友，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帮你保密，咱俩不要提这事了。说说那个红眼睛，你怎么看那人？红眼睛对沙塔姐反应那么大，这个人应该能确定是潮汕一带的人。可潮汕一带有厉害的盗墓贼。我皱眉考虑了半天，那片地区我只想到了一伙比较出名的盗墓贼，是南派的，只知道姓黄，有几十个人，算是一伙类似盗墓家族势力的盗墓贼。和小米一块到了地方，我一看就剩豆芽仔自个。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你慌什么？人又没跑，那不在那儿吗？我一看，看到远处红眼睛正蹲在地上，裤子退下来大半，光着屁股正在方便。喂，给你袜子，穿上吧。他伸手接过袜子闻了闻，随手就拿了一只袜子开始擦屁股，然后他把袜子穿在了脚上，把我人都看傻了。小米隔老远看到这一幕，当即开始干呕，我嘴角抽搐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感觉他应该和谢启荣待在一块儿，没准能成为朋友。谢启荣是东北，红眼睛是潮汕的，一南一北，卧龙雏凤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脚趾头不冷了？红眼睛兜着裤子站起来，向我伸过来一只右手，还说了2句话。小米，他说什么？峰哥，他想和你握手。我看他那手又黑又亮，指甲缝里好像还有黄颜色的东西，当即就委婉的拒绝。握手就不必了吧？你是不是姓黄？他说他忘了，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，他只记得和好几个人一起来这里的，他的朋友们不知道去哪了。那晚你从甬道里拖出去的那个人在哪儿？这总该知道吧？小米帮我问过后，红眼睛转头就走，那意思是要带我过去。我和豆芽仔、小米跟着他去了一个地方，那地方离我们营地有2公里左右，是一个沙坑，沙坑底部有块破木头板，木头板子上放着那床银川中学的被褥。没看到放狗咬我的人，人呢？人在哪儿？角落里有一个人的脑袋露在地面上，脖子以前全埋在了沙子里，正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卧槽，怎么把这人活埋了？还有气儿，没死。先把他弄出来。豆哥，这人好惨，你别打他了。可怜他，可怜谁都不可怜他。他当初怎么捅小轩的？小轩那么好一女孩，让他用刀捅的肠子都露出来了，多疼！现在小轩肚子上还有刀疤，一会儿我就打死他，给小轩报仇。行啊，你瞪啥瞪？我问几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，能少受点罪，懂？马德明尸体是不是你挖出来的？人骨头到3角是不是你摆的吓唬人的？还有，你叫什么？快说！在墨迹我这儿还有，昨天水喝多了，尿你嘴里。他点头承认都是他干的，说原因是因为我们偷走了属于本该哈拉浩特的东西。这人交代完后慢慢转过头，他看着我突然笑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的祖先们骑着马来接我了，我华修未藏，没丢掉党项一族的荣耀。这人叫华修未藏，难道此人是党项人后裔？如今是千禧年，都已经过了700多年，真的还有血统纯正的党项人存在？我知道了，他为什么要捅小轩，为什么要放狼放狗，想咬死我们。我知道了，他为什么要捅小轩，为什么要放狼放狗，想咬死我们。那是因为我和把头挖了黑水城的东西。我闭上眼想了想，再睁开眼后，我对豆芽仔说，不要动手杀他，就留把他在这里自生自灭。我当初可是答应过人小轩的，要是再碰到这小子就弄死他，给小轩报仇。你要是不敢下手，那我就下手。如果小轩死了，我肯定会杀了他。小轩大难不死，究其原因是我们先招惹他的，把他留在这里自生自灭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不同意，咱俩都别争，把小轩叫来，让他自己看着办。哎呀，那好吧，小米，又要麻烦你跑一趟了。1小时后，小轩看清了长头发的长相，他身子止不住的发抖，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害怕。我把选择权交给了小轩，我以为小轩会心软，不曾想我错了。7月爬回为我报仇，党项的万万阴魂诅咒你，诅咒你今生。话没说完，这人嘴角滴着血，闭上了眼睛，
小轩脸色煞白，他胸口止不住的上下抽泣。我挡在尸体面前，别看了，小米，你快扶小轩回去。哼！七月爬回为我报仇，党项的万万阴魂诅咒你，诅咒你今生。七月爬是什么？如果是个人名儿，那一定是其他的党项人后裔。我不能说小轩有做错，因为他是受害者。我并非怕事，而是我知道，如果还有其他党项人后裔存在，那双方之间已经结下了死梁子，而且是不死不休。潮汕人，如果的确是你想的那样姓黄，90%和回关的某人有关系。眼下我们失去了王显生的帮位，这个人或许很关键。那这么看来，金柚子墓里的秘密甬道，婆婆和邪教，侯豹是在墓里。如果红眼睛变成这样，是因为那东西造成的，那么他怎么进去的？怀着这点疑问，上午我叫上豆芽仔鱼哥，又跑去那里勘察，一直找了近2个小时，我终于有了大发现。离金阿龙砖氏墓西北方向，有处地方的不一样。凉飕飕的，这洞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我们运气好，发现了直通墓里的甬道。另外一伙来这里的人没发现甬道，所以直接用了最费工的办法。我就说奇怪了，之前咱们捡到的短柄洛阳铲是哪来的？现在清楚了，是之前那伙人挖横井留下的。8成红眼睛当初也参与进去过。那看来应该就是这样了。走吧，下去看看。下来后，我们走了一阵，没看到加固横井的豁子板，猫着腰走了几分钟，鱼哥忽然停下来嗅了嗅。你们闻到味儿了没？什么味啊？没有啊，是不是我感冒了？好像闻到了一股死老鼠味，有点臭，就那种腐烂的味道。横井向下的坡度越来越大，等走到一定距离后是一段平路，再往前走是一段上坡。我知道，如果之前这伙人挖的方向没错，现在应该是在铁罐顶墓的墓底之下。等等，你俩快看！顺着豆芽仔指的方向，我看到就在我们身前7、8米的地方，好像隐隐约约趴着几个人，都一动不动的。刚才闻到的死老鼠味在这里更明显。壮着胆子上前一看，尽管有了心理准备，但我还是差点把早上吃的饭给吐出来。一共4具尸体，3男1女，女的看起来年纪小一些，30出头的样子，身高都不高，身子都已经僵了，脖子扭转成了60度，双眼睁着。赶快把脸扭过去，他这还瞪着我。黄浩、黄志强、黄小南、骆小波，3个人姓黄，1个人姓骆。看来这帮人来这里应该是遇了难。年纪最大的这个应该是他们的支锅。翻开他的笔记看一看，黄志强小笔记本上记录了很多东西，我挨个翻页查看。很快，一条笔记吸引了我注意。9月22，接到洛伊邀请要去沙漠，庄子不对口，但这是打开名气的好机会。最终大宝劝我说此事可行，当去。大宝好像以前听说过。这是鳐鱼，大补的东西，浅海有深海也有。要是在浅海区想抓这种鱼，人得有水猴子那种水性才能抓到。咱们行里也有这种水性好的高手。我知道这2年有个叫黄天宝的，外号大力猴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现在已经确定了红眼睛的身份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大力猴黄天宝。可为什么这些人死在横井里？谁害的？为什么只有红眼睛活着？疯子，你快过来看，这有好几个大包。豆芽仔发现3个大背包，拉开包一看，包里有防寒帐篷、手电筒、折叠式旋风铲、绳子，还有几瓶水和几袋子干粮。不用想都知道是这伙人留下来的，因为横井已经挖到尽头，当下也只能先带着这些东西回去。我们一人提着一个大包回到营地，红眼睛正坐在一旁发呆，我悄悄走到他身后。黄天宝，谁呀？看他有反应，我趁热打铁，又开口报了横井里另外几人的名字：黄浩、黄志强、黄小南、骆小波。红眼睛愣了几十秒，突然毫无征兆的直接过来，像提小鸡一样把我提了起来。我使劲用脚踢，他都没反应，他口中只是一个劲的重复：在那，他们在哪？你快告诉我他们在哪！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，我就是黄天宝。你们支锅叫黄志强，都死了，全死了，他们怎么死的？鬼，是鬼，有个鬼杀了他们，我藏在棺材里才活下来。这里有鬼，晚上就会出来吃人，我得藏在棺材里。不行，我得藏在棺材里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到了盗洞那里，他直接钻进去，我和鱼哥追着进去后，他已经躺进了石棺里，还自己把棺材盖给盖上了。我拍拍棺材盖，朝里喊道：黄天宝，黄天宝，走走，都死了，全都死了。我找不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死了，
这里有鬼！你冷静一下，先出来行不行？我们不是鬼，你忘了我还给你袜子穿了？想想。过了几分钟，石棺的棺材盖被人从里面推开一条缝，他露出半个脑袋，偷偷打量我。你还见过其他人没有？知不知道他们在哪？记不记得一个叫洛仪的？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路？能不能带我们去找这个叫洛仪的？红眼睛跟着我们回了营地，他和小米关系很好，有些话我问不出来，换小米一问他就肯说了，因为他对小米有种保护欲。而当天我们离开了盐水湖，又走了3天，在红眼睛的带路下，我们到了一处地方，这里有扎营后留下来的痕迹。此人虽然脑子不太好了，但记录和方向感非常好。疯子，你坐上来啊！你们几个也太坏了，咋这么坑人，黄大宝啊？什么叫坑啊？有车不坐是傻子。是他说要拉着小米走，小米又叫了我和小轩，都走了个把月了，我人都瘦了10来斤。以后回去人家不叫我豆芽仔了，改叫我金针菇仔了。起开，你压我脚了！哎呀！我无语的看着这一幕，摇了摇头。就在这时，于哥忽然拍了拍我：“你看前面那些。”人，前面有人，有人生火烧饭，那不是海市蜃楼吧？不是，不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，是真的，真的有人在生火做饭。快走快走，争取天黑之前到那地方去。我不到5点看到了冒烟，6点多了才靠近那片区域，而这时候已经是傍晚。等靠近那些人时，于哥招招手，随后我们都躲在沙坡上，偷偷打量前方。怎么这么多人？疯子，你还记得吧？上次咱们过来一共就几顶，怎么现在这么多了？都哪来的这些人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不太好，先别露头，看看情况再说。豆芽仔眼神直勾勾的看着一处地方，不停的用手晃我。疯子，那个人，你看那个人。说完我定睛看去，瞬间定格在了原地。我看到一名70多岁的老人慢慢走到了一处火堆旁，火堆刚升起来没着大，我听不到对方说话，只看到有2个不认识的年轻人推了老人一把，把人推着踉跄了2下，以致他手里的铁饭盆掉落在地。把头，等等，你干什么？你瞎了？没看到吗？把头让人推了。现在对方没注意到我们，暂时不要轻举妄动。以我对王显生的了解，他就是一头老狐狸，再差也不会混成这样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，你们太小看王显生了。老学究、东北小凯、朱宝寇，还有九清水。九清水也在，看来这趟是真不好搞了。北派的这次回关最早是把头发起的，我当初就知道，回关一旦发起来，把头最后就会控制不住局面。现在怎么办，疯子？先在这里藏着，等深夜人都睡了，我们派人偷偷将把头找过来，具体行动等我们和把头见了面后再做打算。本来我们都藏得好好的，没人注意到沙坡这里，却不想这时走出来一个人，也就是这个人打乱了我计划。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端着饭盆走了出来，看到这女的，之前一直安安静静的红眼睛突然爬了起来，她起来就往一边跑，因为前面那个人就是他要找的洛伊。有一个男的离得最近，他冲过去想拦住红眼睛，结果被直接推飞了。骆家山冷冷地看着跑过来的红眼睛，神色复杂。既然被发现了，那就没办法藏下去，走吧，下去看看。再次相见，把头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。九清水见到是我，只是眉头皱了皱，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。他一挥手，周围人没有拦我，把头眼神复杂的拍了拍我肩膀，而后我跟着他进了一间小帐篷。你们还是来了。是的，把头，我们来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来帮你。帮我？你知道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？知道，除了妙音鸟，应该有国宝出事了。没错，是西夏灵武窑的大类佛。我这次回关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，稍有不慎，万劫不复。妙音鸟如今在九清水手里，现在这里属他人最多，但如今九清水也在怕。怕什么？怕成为众矢之的。他想要争。随着北派南派的人马陆续到来，局面已经失去了控制。把头，当初我就说过，回关到最后你一定会控制不住局面。如今看来我猜对了，因为你身边没有厉害的帮手，只有我们这伙撑不起台面的人，所以你在这里才会被人看不起。我都看到了，你受了委屈。云峰，你啊。把头身边因为没有厉害的帮手，在这里已经被边缘化，很多人都无视了他这个回关的发起人，而就是被忽视的把头秘密隐藏了一枚超级大炸弹，等时机到了，他就会悄悄点燃引线。这晚11点，所有人都聚集到了营地外的空地上，九清水、朱宝寇、老学究、骆家山、小凯、杰克马，他们各自为营，站成一排，我跟在把头身后，站在不起眼的边缘处。九清水走到了中间。诸位都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，你们为什么来这里？想必各位心里都有数。我九清水身为一介女流，能混到今天，全凭道上兄弟们支持。一旦乱了，有死有伤。而你们
你们终将有人永远留在阿拉善，再无可能和父母相见，再无可能和儿女团聚。我们父辈那代先不谈，我这一代，我九清水半件文物都没有往国外卖过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大手一挥，伸手抓着红布一紧，猛地一扯。这就是西夏佛国的国宝灵武类佛。今晚你告诉我们的人，绝对不能睡，感觉可能要出事。这就是西夏佛国的国宝灵武类佛。今晚你告诉我们的人，绝对不能睡，感觉可能要出事。出事？出什么事？云峰，你附耳过来。晚上，我们的帐篷里一片黑暗，一直等到凌晨2点多，营地外嘈杂的声音才逐渐小下来。我面色古怪，其他人也一样。就豆芽仔竖着耳朵听着隔壁说话声带劲。我小声问：几点了？差5分钟3点，时间应该到了。那这人应该快来了。果然，就在这时，我们帐篷外多了道黑影。我忙拉开帐篷，让这人进来。东西呢？给我。廖伯，把塑料袋递给他。这人提起塑料袋就走，一句话没说。这人是个小偷，但可不是普通的小偷。事后用把头的话说，这人是个会隐身的神偷。他姓卢，叫卢坤，外号小快影卢。在把头的计划，这事还需要一个人帮助，一个九清水身边的内鬼接应，这样才能做到里应外合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这个内鬼我开始时不知道是谁，把头也没告诉我，他就说内鬼有个弟弟，而这个弟弟在内蒙混了很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姚文忠。小快影卢是3点05分拿走了假鸟，到了3点20分他回来了，并且交给我一个塑料袋后就匆忙离去，全程不过1刻钟。果然是妙音鸟，太好了！疯子，这事如果让九清水发现了，他估计要把咱们全给剁了喂狗。别着乌鸦嘴，东西都检查的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放心吧，我把我妈丢了都不会丢了她，这可是几10万。我慢慢拉开帐篷一角，偷偷向外看，把头猜得明确。就在九清水说完话后的这天夜里，听是叫喊声、喊叫声、骂人声不绝于耳，有不少人在睡梦中都被同伴下了黑手。有个男的我有点印象，这人想偷袭我，结果被险喧慌乱中扎成了马蜂窝，一连几次不知道哪里有人开了枪。我背着包一边跑一边在混乱中搜寻把头的身影，一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于哥，而拿枪的人一脸冷意，正是九清水身边的辫子男。辫子男忽然一枪打在了廖伯腿上，廖伯站不稳，直接倒在了地上，捂着自己小腿一脸痛苦。小米见状像疯了一样就要冲过去，被我死命拉住了。九清水，你也太不讲道上规矩了，东西都是我的，你们拿什么和我争？拿命！你敢杀我们，你全杀了，以后看你在道上如何立足。没错，我的确不想杀你们，你们要是全死了，那我在道上会背上骂名，但我不想杀，不代表我不敢杀。话音刚落，辫子男一枪打在了朱破肚子上。做完这一切，辫子男又把枪口平移，对准了坐在轮椅上的老学究。别，你们也知道，我都没找人，自始至终都没想过要争东西。我一把老骨头了，要再多的钱也花不上。你们放心，我回去后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好想想，东西已经到手了，杀了我对你们没有半点好处。九清水皱眉想了片刻，最后没有选择动手。天亮时分，九清水的人离开了，这伙人带走了类佛，而我们最终换得了真正的妙音鸟。先生啊，事情虽然出了点岔子，但结果和我预估的差不多，我们的协议依然有效。另外，年轻人，希望我活着的时候不要再见到你。你们还有1个小时时间，往西走，2个月以后出阿拉善上国道，上国道后可以去兰州落脚，也可以去榆林、银川不能去。既如此，那我们就走了。您保重身体。上午8点，横格里某处，把头满头大汗，一直在催促：快走，快走，赶紧的！把头，休息10分钟吧，真的快不行了。不行，不能停，不安全，不敢停啊。那咱们现在去哪里？去据点。据点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代号，就是说的阿拉善那个废矿坑。我记得那天是接近中午到的，天上有大太阳，比较热。我老远看到废矿坑那里搭了个蓝色的棚子，棚子周围拴着几头骆驼。我们步履蹒跚的一步步靠近过去，棚子底下，姚文忠和姚文策戴着墨镜躺在躺椅上，正在闭目养神。旅途怎么样？口渴了吧？还行吧，谢谢你，玉姐。矿坑里物资丰富，有吃的喝的，还有冻着的牛羊肉，烤串用的炉子。你们先进去休息吧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把头从最初开始早就计划好了一切，一直想到了最后一步。姚事业这帮人根本不是来帮我们挖土打洞的，而是成了我们的后勤。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事情真相，而这些人后来给把头起了个外号，叫他银狐。最终结果，这场持续了数月的黑水城回关之战，把头骗了老学究在内的所有人，成了最后的赢家。于西河贯穿榆林，摊煎饼的是个40多岁的大姐。把头走过去就开口道：老板，来一套煎饼。
要脆饼不加不加辣条，还能加鸡蛋王中王。一套煎饼果子，给我加88个鸡蛋。一听要加88个鸡蛋，大姐表情立马警觉起来。加不了88个，加66个行不？哼，我就要吃加88个鸡蛋的煎饼。大姐不动声色的点点头，擦擦手，跑到一旁打电话去。在河边等了10多分钟，过来一条小船，靠岸后船夫招招手，我和把头跳上小船。冲啊！二位请，老板早已恭候多时。走了，进去吧。王把头，这次咱们定下来了，上次那个数我再加10%。钱老板啊，你也知道，这10几张嘴等着吃。这样吧，再加20%，尾数凑个8，图个吉利，你发我也发。我不喜欢发，我喜欢顺，尾数凑个6怎么样？6不好，我觉得还是8好。6好，8好，6好，8好，6好，8好，6好，8好。算了，王把头，咱俩也别争了。小象哥，你觉得6好还是8好？都不好，太俗了，就7吧。就7，给我1天半时间，一次性这么大笔钱在鱼鳞流动，保险起见，我分10张卡转换。讨厌！那一段时间我得到的消息，九清水的人几乎全军覆没，但传言说他自己跑掉了。骆家山好像藏在一个小洞里躲了好几天，珠宝扣没死，他的人都被抓了，杰克马跑，红眼睛不知道去哪。我多方打听都没收到红眼睛的消息。至于流泪佛去哪里了，想必诸位应该已经猜到。去了他该去的地方，以后永远丢不了。下午钱老板取走了妙音鸟，第4天把头陆续给所有人分钱。小米看到自己卡上突然有了这么多钱，都呆了。峰哥，我要1点就行，给太多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这就是个猪尾巴，安心拿着花吧。猪尾巴？那疯子，你那个是不是个猪蹄子？猪头谁拿了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猪头当然是把头。于哥呢？怎么一整天没见到他人影？你不知道，于哥这2天晚上一直在迪厅喝酒，他认识了一个女的，已经开了好几。我操，这么快？真的假的？修行有无不回去宾馆修行？我都看见了，那女的小不点，还没小轩高，才够到于哥肩膀。不过长相确实不错，你要是不信，等会儿我带你去看看。当时在榆林一中附近有几家迪厅，我和豆芽仔来到了那个地方，远远看到一个人影坐在高脚椅上，正是于哥。他前面是一位年轻女孩，这女孩有点矮，穿的也不多，一直和于哥有说有笑，两人时而碰上一杯。看到了没？我没诓你吧？还有，这女的腰上有2只米老鼠纹身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？女孩是调酒师，叫李倩文，22岁，榆林本地上。这女的除了个子矮点，身材长相都属于一流，关键是她会说话，知道说什么话男的喜欢听，把我于哥唬得一愣一愣的。甩国号，火点骰子。给我来杯雪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，顺便问问收到把头给的钱了没？卡号我前天给王把头了，钱收到了。然后把于哥拉开吧台，到了一处相对安静点的地方。我还没说话，豆芽仔一拍手说：“我的哥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不是和女酒保在一起了？”什么酒保？人是调酒师。那有什么用？哥，你相信我，我阅人无数，这女的肯定不是省油的灯。作为好兄弟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你可不敢当真啊！豆芽子，你真是萝卜吃咸了净操心。我和她有缘，这是我在红尘中的一场不可缺少的修行。如果我不修行，就没法圆满。我不圆满，那就对不起佛祖了。于哥，你境界太高了，能不能带我，让我也修行圆满？这个没法带，要有慧根才行。你没有慧根，修一辈子也圆满不了。那你晚上还回桃园小区不？于哥看了看酒台那边，摇头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，晚上我不回去了。”正说着话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肩膀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那个叫什么风的？”我回头一看，西北这么大，这也太巧了。拍我肩膀的这女的，穿着一身保安服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人我认识。你没有慧根，修一辈子也圆满不了。那你晚上还回桃园小区不？于哥看了看酒台那边，摇头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，晚上我不回去了。”正说着话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肩膀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那个叫什么风的？”我回头一看，西北这么大，这也太巧了。拍我肩膀的这女的，穿着一身保安服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人我认识。这女孩就是在兰州活禽市场卖鸡的小鸡脚婆王慧丽，当初在银川的时候，就是她妈妈鸡脚婆，差点骗了我30万。后来在活禽市场
当时我正看见他被一群小混混骗血营商，我帮他解了围。为了报答我，还是他告诉了我鸡脚婆的骗局。是你？你怎么跑榆林来了？怎么变化太大，认不出来了吧？疯子，这人你认识？快给我介绍介绍。真巧，那我介绍下吧。王姑娘，这2个是我的好兄弟，于文斌、于哥，豆芽仔豆哥。你俩这名可真怪，一个姓豆，一个姓于。我叫王慧丽，兰州的，道上混的人叫我一声小王姐。豆芽仔贴着脸皮笑着说：“小王姐好。”闲聊中，我问小子：“怎么不在兰州卖鸡，跑来榆林当保安了？”卖鸡能有什么前途？我以后是要在道上混出名堂的，当保安只是我的垫脚石而已。你们呢？要是没活干，跟着我混吧。我跟队长说，把你们安排在巡逻队，1个月900块钱，不少了，包吃住。不用，反正又饿不死啊。一看你就不上进，你是不是还花家里钱？看到这个了没？我这虽然是2手的，可也是名牌3星的。看他手上的破3星手机，豆芽仔鼓着腮帮子憋笑憋得难受。我有点好奇，这个跟我们同龄的女孩，要是知道豆芽仔卡里有多少钱了，会不会吓着他？小鸡脚婆上班的单位是宇鑫钢铁，当地人都叫于刚。他是一个亲戚介绍到保卫科的，因为钢厂一直有员工偷面包铁，所以加了个女保安，下班时候负责搜女员工的身。小鸡脚婆就是干这。等等，我接个电话，我们科长打来的。喂，科长，我刚下班回宿舍啊，没有，真没去网吧。小鸡脚婆举着手机唯唯诺诺，突然打着电话，她眉头皱了起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科长，这就过去买1箱水是吧？你们玩吧，我有事要走了。有手机没？给我留个电话，以后有事了找我。我报给了他手机号。12点半多，我和豆芽仔跟于哥道别，路过东山那块地界时，我透过车玻璃眼尖看到了一幕，忙喊司机停车。我看一群保安打着手电筒，手里拿着棍子对讲机，正在路边整队。我朝车外喊了一嗓子：“小王姐，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？”又碰到你们了，你们住这儿？不住这，就是路过而已。这么晚了，你们这么多人拿棍子干什么？小鸡脚婆左右看了看，2步走过来，小声说：“我也是刚收到于刚保卫科长的通知，有个疯子打伤了好几个人，听说有个人重伤死了，现在逃窜到了东山附近，晚上找人不好找，我们过来帮忙凑人手。科长说，要是我们抓住了，每人这月给涨300块钱工资呢。”这样啊，那你干活吧，我们走了，下次见。打了个招呼，我喊司机继续往前开车。出租车一连下了2个坡，在下第3个坡的时候，司机正下着坡，忽然一脚踩死刹车，停了下来。我开门下了车，站前一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真把我吓了一跳。原来对面有伙人马正抬着棺材上坡，这伙人披麻戴孝，4根扁担5个人抬棺，这是白事出殡的队伍。怎么办？路就这么宽，要么我们的车倒回去给他们让路，要么他们抬着棺材退下去给我们让路。那要不倒档回去？不行啊，下午倒档还坏了，现在倒不了车。刚才还说倒车回去，现在说倒坏了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？行了，牙仔，过去跟他们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他们退去。经过商量，对方同意给咱们让路。这么着吧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下坡不好下，你帮我们搭把手，再把棺材抬下去，那样路就让开了，你们也能赶快回家睡觉了。那行吧，就这么办。一伙人晃晃悠悠把棺材抬了起来。我虽然小时候帮奶奶干过不少，但几乎肩膀上就没挑过扁，因为没干过，杠子一起来才早没起，我直接撩了摊子。姐呀，我的姐呀，娃子你怎么这样，把我姐摔坏了。你去，或是你闯的，你去把我姐背回去，背到棺材里放好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快点啊，疯子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快把人背回去，咱们还得回去睡觉。我一咬牙，心想豁出去了，又不是没见过这些死人，就是一堆肉而已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老太太胳膊只感觉冰冰凉，觉得自己摸的不是人胳膊，是冰棍。豆芽仔一看我背着老太太尸体快上来了，吓得他忙跑回了车里，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。就在这时，我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云峰，你这么累啊，你别动，我来帮你。”好，累死我了，谢谢了，兄台。不客气，好朋友嘛，要互相帮助。我以为是抬棺材这伙的其他人，起初没在意，等我转过头一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差点把我吓个半死。是他，还是那身盗版打扮？我吓得连忙后退，是连于哥都打不过的长州贵超级高手。谢谢。这疯子什么时候从银川跑榆林来了，还跑到了榆林东山？你背我姐干什么？谁让你背我姐了？快给我放下来！你姐就是我姐，你爸就是我爸，我们谁跟谁呀？是吧，姐？我叫你把我姐放下来！你个混蛋，你这个坏蛋，打死你！想跑门儿都没有！你，
停，疯子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啥？我操！小鸡脚婆怎么带这么多保安过来？这是要找死吗？你小子抓我干什么？快放开！你快松手！这就是我们保卫科要抓的人，你们抓个屁！当年长春会为了把这人活着抓到精神病院关起来，你知道费了多大劲？还你们保卫科，你们铁厂的保卫科，在这人面前就是个屁！夏云峰，你说什么狗屁东西？我混到上的会怕这，我2、3下就能把他抓住。小鸡脚婆挣开了我胳膊就往坡下跑，随后我看到坡下那一幕，看得我眼皮直跳。10几个保安，还有抬棺材的那帮子人，撵得谢启荣满坡乱跑。谢启荣疯疯癫癫，一直哈哈大笑，局面乱成了一锅粥。乱了，全乱了，榆林要乱了。小鸡脚婆呢？你不管他了？他不听我劝，要挣钢厂保卫科的300块钱奖金，我能怎么办？王慧丽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我和豆芽仔一路小跑，最终跑到了东山南边一处土窑洞里。豆芽仔小心朝外张望，东山的深夜漆黑如墨，奇异般寂静。疯子，那人就是上回你说的谢疯子，长春会的。是啊，所以我才害怕。你忘了老葛怎么死的了？那我小王姐呢？我小王姐会不会出事？不知道，咱们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你小王姐吉人自有天相，希望不会出事吧。我和豆芽仔躲到早上才赶出去，回到桃园小区。把头这2天心情不错，我去找他时，他正听着收音机。我给把头说了谢启荣在榆林的事。谢启荣，云峰，你确定谢启荣在榆林？是啊，骑着一个拨浪鼓，背着老太太尸体到处跑。这个人很难办。都这样了，长春会还不管？管是肯定要管的。谢启荣没封时和80年代长春会大会长是磕头兄弟，2人是过命交情。只要郑会长还在世，会里估计不会下死手，只能想办法活着把他捉回佳木斯。云峰，你交代好大伙，绝不要主动接近此人。谢启荣已经影响了当地稳定，交给长春会去找人对付吧。和把头正说着话，这时我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个陌生手机号。喂，哪位？是我啊。看把头在喝茶，我小步跑出去。你人有事没有？是不是昨晚后悔没听我的？小鸡脚婆低落的声音传来。保卫科伤了好几个人，有个人伤到了脊椎，可能要坐轮椅了。铁厂要赔家属一大笔钱，科长也被骂了，我被开除了。开除了好，你那会儿。喂，向云峰，你认不认识点朋友？给我介绍个工作，越快上班越好，工资低点都可以。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。怎么？你要借钱？哼，我才不借你钱呢，我就是不想闲下来，我的存款都投资了，暂时吸引资金短缺而已。你有什么投资？你皮夹子里面都没有1张100的，还嘴硬是不？你豆哥知道不？你豆哥家里是做生意的，他卡里存着上百万，你去找他借点花花吧，我没有。豆哥，就那个色迷你的毛刺头小子，他那么有钱，真的假的？我骗你这个干什么？你不信找他问问。等下我把手机号发给你。10分钟后，豆芽仔火急火燎跑过来，红着脸指着我大声说：疯子，你跟小王姐说了什么？我家哪是做生意的，我没有钱，饭都要吃不起了，10块8块的我都困难，你可不要乱说。10块8块的我都困难，你可不要乱说。这天晚上，小鸡脚婆约我去他住的地方见面。郑红我也有点事儿想问他，便去了。怎么了？不就是丢了个保安的工作吗？就你这样，怎么在道上混？工作再找就是了。小面馆晚上就我们这一桌。小鸡脚婆或许是压抑的太久，想找个人倾诉说话。他抹了抹眼，说了他当下的困境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他妈不是老鸡脚婆吗？3个月前住院了，在医院检查出来了皮肤癌，还是转移的晚期，基本上治不好了。为了治病上欠医院的医药费，他把活禽市场的摊子卖给了别人，随后就去了鱼缸保卫科当保安。你妈现在怎么样？就那样，在家拖着。医院说再花钱治意义不大，运气好的话还能活7、8个月，治不好了，我姑姑在家伺候。我叹了声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妈不是什么好人，老是骗人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不知道是不是报应。不吃了，吃饱了。老板结账。26块钱，先给我记着，月底了1块给。你上月的还没给我结呢。你怕什么？我还能跑了不成？给我记着，过2天发了工资就给你。我掏出钱包准备给钱，小鸡脚婆见状不让我给，走了，明晚我来吃炒饼。我骑摩托车把他送回住的地方。他住在老机修厂，那里没有路灯，全都是很矮的红砖房，10多平米。下坡时不知道是有意无意，他老往我身上蹭。你这没灯啊，这么黑。这不住什么人了，都搬走了不在家，自然没人开灯。刚才吃的菜有点咸，你进来喝口水吧。还行，不喝水了。你刚才是不是没吃饱？我屋里有方便面，我们煮2包。我不饿，晚上吃方便面不好，你自己吃吧。拜拜，走了啊。
快走远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夜幕下的机修厂，小鸡脚婆靠在门上，一直看我。回到桃园小区，于哥这2天掉入了爱河，每天神神秘秘的早出晚归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我问他进展到哪一步了，于哥笑着说目前还在发展中，把头忙着找木，豆芽仔忙着看电视，小轩和小米成了好姐妹，天天逛商场买东西。于哥住东屋，和豆芽仔住的是西屋。那天于哥破天荒回来住了。怎么了？这是今晚回来了？小倩今天没去上班，打手机也打不通，不知道去哪了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女酒保就是一条野猫，野猫肯定要吃鱼。于哥，我们也不笑话你，是不是把头分给你的钱都被女酒保骗光了？没有，哪有的事儿？那晚是她主动和我搭的话，非常懂我的一个姑娘。你不知道可不要瞎说，她就没在我跟前提过钱这个字。我知道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女酒保不见了吗？我看8成就是在故意躲你。躲我？为什么？这你都没看出来？肯定是他以为你没钱，接触了几天就故意玩消失，想把你甩了。看于哥脸色不好看，我踢了踢豆芽仔，给了他个眼神。于哥叹了声，闷闷不乐的回自己房间，关上了门。而出事也是在这晚后半夜，大概1点多，我正睡着，忽然听到哐当哐当的摇门声，动很大。我的门，是于哥。怎么了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？小倩出事了，在医院，我要赶快过去。这个点儿了没车，我骑摩托带你过去。我拉着于哥向榆林第2医院赶去。到了医院，我跟着于哥跑进了大厅，值班小护士正打瞌睡。于哥砰几声拍桌子喊道：人呢？人在哪？刚才你们医院给我打的电话。你是那个女病人的家属吧？3楼手术室。好上3楼，手术室门口站着几个人，警察和医生正在小声说话。见于哥来了，医生问：你叫什么？和李倩文什么关系？我她男朋友。人呢？男朋友，你能不能签字？能签的话先签字，然后去交费。我们这边同步进行，病人情况紧急，能不能救回来还说不好。于哥看着通知书愣了几分钟，他没反应过来。那警察让于哥别离开，说李倩文父母在外地，住得远，正找车往医院赶来。最起码过了2个多小时，医生推门出来，随后躺在手术床上的女酒保也被推了出来。女酒保吸着氧气，头上也包着纱布，眼睛周围有不少淤青外伤，脸色惨白，人还处在昏迷中。女酒保是晚上8点多被人发现的，在渔阳路绿化树林附近，那地方离现在的河滨公园很近。发现她的是一名遛狗的老太太，报警后直接拉到了医院。当时看见受害者手机时，看到了很多你打来的未接电话，就通过医院把她叫来了。下场很惨，要不是被人发现了，过1晚上就要被冻死了。她被人割了舌头，头皮也被扯掉很大一块，全身多处骨折。女酒保李倩文父母在西安一家超市卖大米，他们连夜打车赶过来，已经天亮了。看到自己女儿变成这样子，他妈几乎要哭晕过去。他爸无力的靠在椅上，整个身子都软。于哥，你冷静点。我没法冷静，我只是觉得李倩文不该得到这样的结果。我想知道是谁下手如此狠毒，我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。我不想管这事儿，但看于哥那样，我实在不好开口说什么，只能硬着头皮陪他跑。当天上午我们就去了金太阳了解情况。兄弟啊，小倩在我这儿干了也有1、2年了，业绩一直是第一。她昨晚没来上班，我还疑惑了，是不是生病感冒了？没想到出了这种事。夜班有2个人，那个长辫子女的住哪里？你把人叫来，我问几句话。你说的是刘云吧？她现在情绪不稳定，吓得不敢来上班，这是她驻地地址，你自己去找吧。刘云老家是湖南人，出来打工也有好几，租住在离金太阳不远的正式街快捷公寓1楼102房。找到地方后，于哥连续拍门，一个女孩透过门缝警惕的向外看，她看到我们2人刚把大，下意识就想关门，被于哥用手挡住了。刘云是吧？你和李倩文一起上班一起下班，她头皮让人扯掉一大块，舌头让人割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活着。还有，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前几天上夜班，小倩和我说过一件事，李倩文一直就是这样，喜欢交不同的男朋友，最高时保持着同时和9个男的关系暧昧，有时请假1晚上要跑好几个宾馆，但也不知道他来回跑啥。那天晚上12点多，有个戴着棉帽子的男的来酒台喝酒，此人出手阔绰，点的是金太阳最贵的洋酒，并且说话很有礼貌，结账时多给了他们500块钱，说是小费。小云，你别怕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给咱们500小费的男的？记得，那是只金龟。那男的真吓人，他整个后背到大腿上全部都是纹身，更可怕的是他后背纹的有蝎子、蜈蚣、长虫子，还有骷髅头、眼镜、或人的舌头，可吓人了。云峰，你怎么看？我们初来乍到，对榆林还不熟悉，要想了解那些东西，得找人问。找谁？就找那个未来发誓要在道上混出名堂的小王姐、小鸡脚婆王慧丽。晚上我打电话约她出来吃饭，她很高兴，来的时候还换了新衣服，化了妆。不是就咱俩吗？这是谁？这于哥啊，你忘了？上次我还介绍过，一个姓窦，一个姓于，斗鱼组合。
可能感觉不是单独约会，小王姐兴致平平的跟于哥打招呼，算是又认识了一次。我也没墨迹，直接问道：小王姐啊，跟你打听打听，榆林这里本地的地头蛇知道不？就是手底下养着很多人的那种人。知道啊，谁欺负你了？你报个名号，我就给你摆平了。菜来了，几位尝尝，我们玉林虎的排配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新店开张，主食免费，好吃的您再来。那就给我拿5张大笔来。好嘞，美女稍等，这就来。你吃得完吗？要那么多？免费啊，我吃不完拿回去啊。我告诉你俩啊，本地混得最厉害的一共有3个人，杭乙路的龙福全王鑫，诺曼底的李飞，还有个2街东周的东北老四。而这3人中，诺曼底李飞混得最厉害，手下人也最多，是本地最大的地头蛇。我去了，你们吃吧。老板结账。咦，小兄弟怎么不吃啊？不好吃吗？谁说不吃了？给我全装盒打包，5张大饼也打包，我等会儿还回来拿。等等，你们3新来的吧？以前怎么没见过你们？哪能啊，你认识不？以前跟过赵小军混的。赵小军？赵小军是谁？你叫什么名？我叫王慧丽，都叫我小王姐。你狗屁小王姐，还没我闺女大。小太妹，这地方不是你来的，快回家看书吧。我操！快来人，门口有人找事。